从大学清明之变看阳明智慧对生活的启迪，你是否曾在阅读经典时被那些古老而深邃的思想所触动，却又因其中的争议而困惑不已？当我们翻开儒家经典《大学》，一句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而止于至善，看似简单，却在历史的长河中引发了诸多讨论。朱熹与王阳明这两位思想巨擘，就对其中的亲民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。而这场跨越时空的思想碰撞，不仅关乎学术，更与我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。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王阳明和他的弟子徐爱的对话，一同探寻亲民与新民背后的智慧之光。大家都知道，《大学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中庸》合称为四书，是儒家的经典之作。《大学》产生于秦汉时期，它的宗旨是引导人们转变思想，学会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同时，它也被视为中国古代早期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。秦朝焚书坑儒后，儒学传播陷入低谷，直到汉高祖刘邦上位，儒学才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。起初，刘邦对儒学不以为然，觉得那些修身、礼仪、治国的道理没什么用，认为武力才是真理。他推翻秦朝，建立汉朝，便是立政。但后来由于经济、政治压力，百姓怨声载道，刘邦开始翻阅儒家典籍，才有了继建作以来十方省书，乃使人知作者之意。追思其所行，多不是这是他病危前给大儿子刘盈的文书内容，意思是自己登基后看书自省，意识到儒学的意义，反思过去行为，觉得错误颇多。此后，大汉王朝开始恭敬祭祀孔子，尊重儒道。自汉朝起，儒学逐渐被贵族阶层接受，在北宋达到一个制高点。北宋程颢正以两兄弟开创的新儒学为宋代理学奠定基础。南宋朱熹在《大学》原著基础上增加3本书，合集为四书章句集注，即我们常说的四书。朱熹曾豪言：若理会得此四书，何书不可读，何理不可究，何事不可处，足见他对四书的喜爱。朱熹对《大学》的研究可谓尽心尽力，几乎在每句原文后都标注自己的心得。文人重视学术研究，学术辩论也常常以年为单位，毕竟不同时代环境不同，观念也会有差异，而哪种观念更适用于当下社会，能推动人们进步才是关键。王阳明和朱熹就是因时代不同而观点各异的典型。朱熹注重理学，其理论更多是为王权服务，用来规范百姓行为，而王阳明更关注百姓，主张君主应以身作则，这便引发了亲民与新民的争论。大学开篇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而止于至善。朱熹认为，在亲民应作新民解，王阳明却持反对意见，倾向于按原意理解为亲民。那么，他们为何观点不同？新民与亲民又有何区别？让我们看看王阳明和徐爱的讨论。亲民与新民的区别。徐爱与其他弟子不同，好奇心旺盛，总爱向王阳明请教问题。一天读完《大学》，他又有疑惑，便问王阳明：在亲民，诸子谓当作新民，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，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亲民，亦有所据否？意思是朱熹认为在亲民应是新民，且后文对作新民有阐述，似乎有理有据，而王阳明却主张依旧本作亲民，这是为何？要理解徐爱的问题，得先了解《大学》。《大学》一方面与小学相对，古代孩子启蒙早，3到6岁启蒙，8岁上小学学习基础礼节和文化知识，15岁上大学学习专业的伦理、政治、哲学等。这是一个循序渐进、积累知识的过程。
另一方面，大学有博学之意，不仅涵盖书本知识，还包括生活中总结出的万物规律和原则，其终极目的是让人活得通透，能用知识正确处理日常问题。大学开篇的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而止于至善。意思是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，在于学习和应用于生活，在于亲民，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。朱熹认为，亲民应是心民，即君王要教化百姓弃旧图新，使其向善。王阳明则倾向亲民，认为君王应先规范自身，再与百姓共同修养。许爱有些不解，觉得朱熹的心民与后文做心民有呼应，似乎说得通。其实做心民源于大学第3章，商汤王在澡盆上刻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，意为与时俱进，这是自我更新的意思，和朱熹说的心民不同，不能作为朱熹观点的论据。就像现代职场中，有些领导只知喊口号，让员工跟上潮流，直播带货挣500亿，却不提供足够支持，批经费抠门，不舍得请专业主播，设备也不配备，最后业绩不佳还指责员工。这种只注重口头教化，不站在员工角度共同策划的行为，就是指亲民不亲民，项目往往会失败。这也正是王阳明主张保留亲民原意的原因。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之。王阳明担心许爱不理解，还贴心整理了大学里相关论点。古代帝王常思考如何被后人铭记，大学给出答案：君子应尊敬前代贤王所尊敬的，关爱前代贤王所关爱的，让百姓因之前的贤君而享安乐或收益，这样无论在世还是过世都不会被遗忘。还要做到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之，此之谓民之父母，即大力提倡百姓喜欢的，抵制百姓厌恶的，这才是父母官该做的，也是亲民的体现。以秦朝和汉朝为例，秦始皇嬴政虽对历史发展有推进作用，但被后世视为暴君。他发明10大酷刑和连坐法，如五马分尸，修建万里长城，让百姓苦不堪言。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虽真假难辨，但也反映出百姓生活的艰难。秦始皇统一6国却失民心，导致秦末动乱和汉朝崛起。汉高祖刘邦则与嬴政形成鲜明对比。刘邦吸取前车之鉴，废除连坐法，提出得主刑辅，以教化为主，刑罚为辅，宽柔相济，百姓在生活中学会遵守规则。汉朝日益壮大。苏轼评价汉高祖及其他几位君主时说：禹观汉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，能一天下者次君，皆以不是杀人者治之，其余杀人愈多，而天下愈乱。这与大学里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之，此之谓民之父母相契合。这告诉我们，无论是为官还是在职场，要获得百姓或下属的信赖，就应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，了解他们关心的问题，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，办实事，而不是滥用权力压榨，强迫他们服从。修己以安百姓了解了亲民和心民的区别，以及亲民的具体表现。那么如何达到亲民的境界呢？王阳明举例说：百姓不亲，舜使季为司徒，敬夫无教，所以亲之也。传说以前百姓不和睦，缺乏仁爱理念，舜让季担任司徒，教化大众。司徒负责教导百姓拥有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5种美德，季还亲自用行动诠释，百姓才学会和睦相处，产生仁爱，这就是亲民的做法。王阳明又以孔子说的修己以安百姓为例，修己就是弘扬内心向善的德性，安百姓就是让百姓获得安乐，这就是亲民。
体现了儒家推己及人的教化理念，这与老子主张的太上下之有之不谋而合。最好的统治者，百姓感受不到他的存在，因为他以身作则，顺应天道，将所学融入百姓生活，潜移默化中引导百姓向善。汉文帝刘恒登基后，吸取秦朝灭亡教训，将百姓放在首位。他生活节俭，撤掉建露台工程，让诸侯回封地以减轻立足负担，还免除百姓田租。贵族官僚见状也不敢挥霍攀比，国家开支改善，百姓负担减轻。汉景帝刘启继承皇位后，继续采用无为而治，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，恢复战争创伤，深得民心。无论是汉高祖、汉文帝还是汉景帝，他们都以修养自身德行为前提，站在百姓角度满足其需求，使百姓生活安逸，国家繁荣富强。他们不是单纯命令百姓做事，而是以身作则。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亲民。回顾今天的内容，王阳明认为的亲民是站在百姓中间，了解其需求，与百姓共同修养德行，教导他们做正确的事。而朱熹理解的亲民，只是负责教化百姓，让他们按自己的理解弃旧图新，两者意义不同。要做到亲民，就要站在百姓角度，倡导他们喜欢的，抵制他们厌恶的，并且以身作则，带领百姓向善，让所有人感到安稳和幸福。在生活中，我们也应如此，无论是在职场与同事相处，还是在家庭与家人沟通，都要摆正位置和态度，不能只指责别人，而应正视自己的问题，改正毛病，用实际行动影响他人，这样大家才能团结一心。每个人的力量有限，与其抱怨他人，不如修炼自己。当我们自身强大，就会拥有更多能量，去影响周围的人，真正做到推己及人，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，让自己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从容。